组的加油！第3位演员，他的身份是一位说唱歌手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他总和这个身份不匹配。欢迎哈哈草。你看他嘻哈帽子不戴了，对，有不戴，有不戴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哈草。我最近被那个无理淘汰以后，我不是磕巴啊，淘汰我以后，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。我想明白了，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，他就不喜欢跟人起 beef。我喜欢 peace and love，我不喜欢指人鼻子然后骂。我没有办法像我 homie KL 刘聪一样那么霸气的喊出，哎，对，他是我 homie， 是的。哎呀，藏了一点哈圈的人情世故被你们听出来了。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很霸气的喊出，把那些敌人全都杀光，颠覆他乡。我没有办法喊出这种话来，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。杀人要偿命。我这种性格的人，我就只适合用幽默和生活轻轻交手。像我们这种喜欢 peace and love 的人啊，信奉的是幸福者退让原则，就是碰到冲突就退让，然后回家一边喝那个闷酒，一边在那感叹：“我可真幸福呀！”喂，刘聪吧，有敌人出现了，我不敢跟人起冲突，但是在电影院啊，碰到那种后排踢凳子的人，我还是会咆哮的，我会发出我们幸福者的咆哮。第2排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亲亲，我再吼一嗓子啊！我虽然害怕冲突，但我又喜欢看。有一年3月8号吧，我跟我老婆在超市领完鸡蛋，回家路上看见2口子在那里吵架，我就先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那个花坛那里，然后拨开人群钻到第1排，我在那里喊，我说算了喽，算了喽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看的人一多，吵架的人就更起劲了，眼瞅着要打起来了，我赶紧过去，我就先把那个男的抱住了。我不是正面抱的，有点暧昧，我是在背面，我这么把他一挂住，像个他的书包一样，我把他一挂住。他老婆一看她老公被抱住了，就开始偷袭她老公，打了好几拳，有点隔山打牛，都有点打到我了。我说老婆救一下，救一下。我老婆也从人群里钻出来，把他老婆也抱住了。哎呀，我觉得看热闹真的不要凑得太近了，朋友们，你很容易变成热闹的一部分。一堆人看着2口子背着我们2口子在这里吵架。他们在这里吵的时候，我才听明白怎么个事。那个姐妹说，她老公打麻将还是做生意，赔了家里几10万，然后也不出去上班，每天就躺在家里面的沙发上面，就这还好意思抽那25块钱一包的芙蓉王。哇呀，这姐妹讲故事的能力太强了，有细节有情绪，真的好抓人，我都听进去了，没抓住人。她老公红着脸就过去就是一拳，然后他老婆真的就是能说会道，然后闪避也点满了，一个摇闪就躲过去了，打到了我老婆。那男的反应也很快，他基本上那个就是个连招，左手直拳接右手道歉。他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该死，打死我算了，你们打死我算了。我这个脑子跟不上这么快的转折。
我当时脑子里面还在想，我说，哦哟，这25块钱的一包烟确实抽的有点太好了，就是。我老婆就突然已经被他打了，然后他还跟我道了歉了，而且最可气的就是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跑到第一排说算了咯，算了咯。我这下也没有办法打他了，我师出无名了，晓得吧？所以我就只能拎着鸡蛋，牵着我老婆，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句。我说：“你下次给我注意点。”我就回家给我老婆炒了3个鸡蛋补身体。每年3月8号啊，我老婆就说她现在这里胸口有点痛。她跟我说：“你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你在乎的只有那点土鸡蛋。那土鸡蛋你保护的蛮好，你给它藏到花丛里面。”害怕冲突，但是生活里有些冲突无法避免。有一年夜里10点半了哦，楼上还在搞装修，我老婆说：“你上，这孩子还要睡觉啊。”我就上去跟他们硬刚，为父则刚，我要保护我的孩子，就像 A2 紫药 HMO 96倍乳黄金，真正硬实力，续航母源自护力。这个 flow 对我来说有点难。那你学习能力蛮强的，背了好久。赚点奶粉钱啊，你体谅一下。我要保护他，然后我就上楼了。我上楼这会儿，那个又没搞装修了，我怕我一冲进去，他说搞完了，那我又只能说，那你下次注意点啊。我想抓个现行，你晓得吧？我就在门口一边等他们搞装修，一边开了一盘手机麻将，一边打牌的时候，其实我一边在构思待会儿怎么吵。因为我没有跟人起冲突的经验，我不会即兴吵架，我这脑子里写剧本呢。我说待会儿我先冷冷的给他看一眼时间，然后问这个点还可以搞装修未必，他肯定讲不出话。我再跟他说你这个是扰民的行为，我是可以报警的，但我觉得邻居一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难看。然后我用手指他一下，关了门，我像打了胜仗一样回去。他觉得我是个硬茬，我老婆夸我是个爷们，我的孩子为我唱起了父亲的赞歌：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别走了。这就是我当时打麻将的脑子里面过的剧本。我当时晓得 action 了。咚咚咚，我一敲门，门一开，很震撼，师傅手里拿把大电钻。我说行，等一下我就不用手指他了啊。但是该演的还要接着演嘛，我就恶狠狠的，我得给他看一下时间。真的不该打那一盘麻将的，我忘了把那个屏幕切回去了，我就恶狠狠的给他看了一眼我的牌。有画面了。他看了半天说：“我不会玩这个呀，这就。”我那一下一看，哇，怎么是个麻将？我心里想，我在他脑子里是个什么人啊？半夜不会打麻将，跑上来问他是搞装修的。我那戏全乱了，我就像个人机一样开始重复同一句话。我说：“你可以别搞了不？可以别搞了不？你别搞了，你可以不？”我就像那个杂技抛球一样，把这句话的主谓宾啊，在我这里倒来倒去。别搞了，可以不？你可以别搞了不？他看我这样，就像哄傻子一样开始哄我。他说：“我再搞一下就不搞了啊。”这话能哄孩子，但哄不了一个父亲。我当时把门把着，哇！我说你再搞一下，老子就报警。关了门我就出去了。我在门外面，我都站在家门口，基本上我出了一身的汗。我真的很少跟人起这么大的冲突的。我刚刚可是跟他说的“老子”2个字，这话有点太重了，我觉得。他万一生气了，等下拿那个电钻滋老子怎么办？我的天！
虽然这个冲突还没有发生，但我已经想好我的幸福退路了。他万一冲出来问我你是谁，老子你跟我说清楚，我就说你听错了，师傅，哥们儿，亲爱的，我说你要老子。太奇怪了。我有可能考虑联系警方，我是。然后我又开始在构思第二条退路的时候，我老婆跟我打电话了，她说你怎么还没回来？我说我刚刚差点跟人打起来，老婆，怎么样？楼上没搞装修了吧？我老婆说没搞了，啊，回来吧。我那一下才意识到，哇，那我应该是吵赢了。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奉行幸福者退让原则，但是那一天我才意识到，退让其实不幸福，吵赢了最幸福。我那一下好开心，我跟我老婆说，老婆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还得有个爷们儿？我老婆说是的，老公你真的好爷们儿的，你要那年3月8号也这么爷们儿就好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哈曹。来，各位抓紧时间 ，OK 键确认，哈曹的锁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哈曹，又是一个无比精彩的生活故事，全是细节，全是细节，这是哈曹的优势和长项。哎，今年3月8号提了吗？每年都提，因为这是真事嘛。你们就看了我的这么多节目，你都网上有迹可查的。我这个人 real talk 喜欢，keep real，keep real 啊。然后每次我就说，到底那个男的打你那拳重不重？因为当时确实是隔了一个身位了，他老婆闪过去了，所以他老公的手其实没那么长，就是碰到了一下，但是他没倒我老婆，反正。然后我就问他痛不痛，他每年都会模拟这个情节，然后呢给我一好重一拳，每年3月8号我都要挨一坨根。就一拳打到沙发上，每年都是打着玩。我们就是没有家暴，这个对大家可以是家里抱一抱啊。就是这个段子以前在底下试的次数多吗？试的其实不多，然后确实高强度的来比赛，然后就把它写得更加精简了。我觉得确实比赛虽然挺烦的，但是能让你把那个段子写得更好，确实还是，有点作用了，确实。然后感谢编剧老师们，就是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奇思妙想。虽然我还没淘汰，但我特别想谢谢一个叫小马的编剧，就是帮我新说唱，我淘汰以后，他当时我去比赛之前，我跟他说我生日那天我要比赛，他说他会跟我祈祷，我说你记得祈祷。后面我淘汰了，我说你那天祈祷没有？小马跟我说他祈祷了，但他没有祈祷你晋级，我祈祷的是你保守一颗你爱音乐的心。哇哦！就是对，谢谢他。哎呀，刚刚聊的好像不是这个。没事儿，哈曹真的是一个内心极度柔软的人，超级暖男，特别可爱。因为脱口秀演员有很多赛道嘛，罗老师你知道？有没有一种赛道叫可爱赛道？有啊有啊，有可爱赛道。对，但他在可爱赛道里肯定是金字塔尖的，对，卖萌的有，但是他是真萌，对他不用卖，他是真萌。对，因为刚才那个老子那段就够了，那段已经进入到直接钻进了可爱赛道最深处。老子，而且他那个是童趣的，所以肯定最能打动你啊！我觉得打动了，对啊，那个老子直接给我打了个洞啊，然后说真的是非常喜欢那个。而且我今天感觉特别释放，因为你去年闹188太子丑闻的时候，丑闻哪有那么深啊？就疑似丑闻疑似丑闻的时候，我也写过一些歹毒的话，然后后来作为一个50多岁中年人，我在家里惭愧了不知道多少次，然后后来我就喜欢上你了，但是他每次的表现给我个人而言总是可爱有余，然后作品的精致程度和好笑程度略显不足，包括你上次那个前女友情书那个。我也是听他超级喜欢，然后我就希望有一次你让我笑的失控，然后就狠狠地砸下去这个灯。但今天终于等到了，所以我心里得到的那个宽慰，是既是为你的优秀表现，也是对我个人也是个释怀的事情，非常非常开心，谢谢你。可以啊，这次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好棒！
而且我觉得，就是之前在那个屏幕上看他，我觉得好笑。但是我觉得这么多次看哈哈曹现场，我觉得他现场会比屏幕前还要好笑。是的。我觉得在舞台上最有效果的是反差。不管是反差萌，就任何的反差效果是叠加的。就如果你看到的，就是你感受到是一样的话，它是顺撇的。就你看哈哈曹是那样形象，可是他表现出是可爱的，是萌的，是柔软，是好骗的。这哪看出来的呀？卢老师，你少和罗老师接触，他是哪样的形象呀？一个人说我为你祈祷了，祈祷你保有一颗爱音乐的心，他会被感动。对，就这是他特别柔软的那一面，因为他拥有的只有那颗心了，就是成绩是目前没有。哈曹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第2季的每一个赛段，其实都是在展示自己又统一又不一样的一面。是我们在第2季节目里面看到了一个越来越丰富，然后也越来越柔软的哈曹。再次掌声送给哈曹。我很羡慕他这种细腻的情节和心理状态的这种描写。阿曹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傻子，曹哥就是讲故事的天才。曹哥的小表演呀、小表情呀，那种松弛感，给他的故事加分太多了。哈曹太厉害了吧，就是他会让我对这个脱口秀有敬畏之心嘛。很多东西就是除了哈曹别人来不了。哈曹终于让我吐气了，我太开心了。他是一个暖男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，这个人是纯真的。哈曹在我心中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长得也很好笑，说话声音也好笑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，又街头又顾家，是个好人，随和，感觉他很快乐。他是一个真挚的人，真诚的人。就是在一个大房间里，他会注意那些没有发言的人和缩在角落里的人，可以说是他一手造就了我们上马这么好的氛围。我记得我2年前，我外婆去世了，然后我当时特别难过，我就跟哈曹说：“我说外婆去世了。”他直接跟我打2个字。小帕回到舞台，来2位，在哈曹的表演结束之后，小帕的这个分数很难超啊，288，但是他也记不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小帕和哈曹的分数差是280，哈曹290。但是也很高了，差10分嘛。哦，都好。很好。啊，哈曹，我上去了，要回到待定区。而小帕，我想问一下，小帕，你现在必须要在2位 top 5里面选1位。啊，不用抽球了。啊，要抽球，哎，就2个。
对了吗？对了吗？毛豆，好的，可以，加油，豆哥。其实都行，因为我看底下观众在喊何广智，广智，广智，我就那就何广智吧。其实打谁我无所谓的，比他高还是比他低我都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这一轮我能进了。